从昨天开始，MUJI又进入了为期10天的无印良品周间。今天我就来和你聊一聊如何搭配积分网站，如何聪明的消费，以及在日本生活了10年的我喜欢的 MUJI 好物。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GAO 的频道。我在日本生活超过10年，目前在日本一家大企业上班，同时也经营着这个频道。因为来日本的时间不算短，所以对这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多少有些感悟。很多朋友总觉得自己没空研究省钱招数，只想简单省事的买完就走。可买完后发现，哎呀，原来还可以再便宜一点。那种后知后觉的心情，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所以今天我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和你聊一聊正在进行中的无印良品周间的这个活动，顺便教你如何用一点点技巧做出更划算的购物选择。这些方法对于任何想在日本过得更精打细算的人应该都会有帮助。首先把总结告诉你，方便你抓重点。无印良品周间一年举办几次，每次能让你享受商品的10% off， 也就是9折的优惠。如果你再把积分网站，在日语里面叫 Point Side 和信用卡的积分一起用上，常常可以叠加更多的折扣。比如现在的乐天就有4%的积分返利和上限1000积分的购买额20%的返利。如果你只想省力，不愿意多花几分钟去了解这些积分叠加的方式，那你虽然可以获得10%的MUJI官方的折扣，但相较于我来说，你可能会少获得5%左右的积分。所以我的建议是，经常考虑如何打折购物，或者关注像我这样喜欢买打折商品的人，选择哪个方式都可以让你长期省下一大笔钱。我们先来说说这一年中只有几次的无印良品周间。这一次比较好懂，因为是在公司的决算期末，所以活动从这周5一直达到3月31日的本年度末。这个活动通常是不定期的，但是一年应该会有3次到4次左右。在活动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店铺会挂出公告，提示你每位会员都可以获得10%的 off。不要小看这10%的 off， 如果你只买一袋咖喱，那确实省不下来几个钱。但是如果你会在MUJI买一些大件的家具或者日常大量的囤货的话，一下子就可以省下不少。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购买的方式，大部分人还是选择去实体店排队购买。实体店还是有很多好处的，你可以当场摸到商品，也可以试坐沙发，感受每件东西的质感，尤其是床垫、拖鞋、沙发这类亲测的体验往往十分重要。但是如果你买的大件比较多，可能还是要开车去才比较好。另外就是在活动期间只能拿到9折的优惠，再加上一点点你用信用卡支付的积分。像刚才说的，想要再使用积分网站去返现5%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另一种方式是使用网店，你可以选择自己去店里面取，还是让他直接给你寄到家里。5000日元以上的话，送到家里也免运费。如果5000日元以下的话，我一般会选择送到附近的店里，然后等我有时间的时候再过去取，这样也没有运费。不过今年我在网上购买的时候，发现 MUJI 的网店导入了排队机制。虽然这样可以减少服务器的负担，但是昨天晚上我在网上排了快1个小时才买到东西。另外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去店里面先看好商品的材质和触感，所以我一般会提前在逛商场的时候先看好想买哪个东西，回来再通过网店购买。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用积分网站去访问 MUJI 的官网，这样的话还可以获得额外的返利。积分网站的逻辑很简单，以前在淘宝上也有，叫做团购网站。你先注册积分网站的会员，然后通过积分网站里面的页面点击无印良品官网的链接。这样当你成功购物之后，积分网站会给你一部分的佣金或者返利。这个返利有的时候是1%，有的时候能够飙到5%、7%，遇到特殊的活动甚至能够给到你10%。网站自己也有网站自己的活动，比如这次我推荐给你的乐天 Rebates， 现在对于 MUJI 的返现率是4%，同时网站在搞活动，如果你是通过手机版的乐天 Rebates 购买，还可以获得上限1000积分的额外返利。我们可以算一下，如果你要在 MUJI 买1万日元的商品，那么在无印良品期间，你可以获得10%的打折，实际上支付9000日元。如果你通过返现率1%的信用卡支付，那么你会额外获得90积分。如果你使用刚才我们提到的积分网站，那么你还可以获得4%，也就是360积分的返利和上限1000积分的网站返利。
这样算下来，你实际只花了7550日元，就在 MUJI 买到了1万日元的商品，相当于你打了24.5%的折扣。如果你觉得这些信息还挺实用的，麻烦点个赞吧，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Gao， 会在这里持续分享日本的生活攻略、投资理财以及一些本地的见闻，帮你在日本打拼的日子里面少走点弯路，多收获一些快乐。其实无印良品周间也好，积分网站也好，我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注意的。刚到日本的时候，我也是直接走进无印良品的店里，挑好东西就立刻去结账，省事又直接，看起来很潇洒。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同样的商品，如果我在无印良品周间去购买的话，就会获得9折的折扣。如果我使用信用卡支付，还会额外获得信用卡的积分。如果我还额外使用积分网站，那我还可以获得4%到5%的返利。后来我才慢慢的意识到，这种对于信息的不对称其实存在的十分普遍。能不能剩下来钱，往往就在于你知不知道市场还有一种网站可以获得返利，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你在年末调整之后获得退税，电费的套餐里面有一种是不能由电力公司擅自涨价的，等等。如果你在日本待了几年，你可能也会发现，许多看似省事的流程，其实背后都是不省钱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是省事是有价格的，你多掏了一点钱，获得了省事的结果，在消费上更是这样。那么作为在日本生活了很久的我，是如何兼顾省钱和省事的呢？首先，我会先选好想买的东西的清单。我路过 MUJI 的时候，经常会进去看一看，在 MUJI 周间之前，就把我想买的东西列成了心愿单，比如收纳柜、拖鞋、浴盐等等。不着急的东西，或者想要大量囤积的东西，就等着 MUJI 的无印良品周间去买。接下来呢，我会选择合适的积分网站。我个人其实在使用好几个积分网站，因为每一个网站的返现率是不一样的。我会在每次买东西之前看一下每个网站的返现率。这次推荐给你的乐天礼贝子4%的返利其实并不算多，但是主要是因为有网站这边的活动，才让这次购物变得特别的超值。最后就是准备一张适合你自己消费习惯的信用卡。关于信用卡更是一个广大的领域，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不会涉及太多。我现在使用的是日本万豪的信用卡，年间消费150万日元，可以获得万豪系列酒店1晚的免费居住，对我来说非常新鲜。同时它也有着不错的积分率，还可以换成加鲁或者阿纳的里程，用来抵消我一年中最大的花费，也就是回中国的机票钱。另外，其实在实体店购买也有在实体店才能享受到的好处。有一次我看上了 MUJI 的3层的架子，快3万左右。我想在无印良品期间购买，可是店里却没有货了。我询问店员，店员和我说，只要在期间内下单，就算柜子在几个月之后才到货，我依然可以享受10%的折扣，而且支付也不需要在无印良品的期间之内，几个月以后柜子到了之后再付就可以。这应该是只有在实体店才能占到的便宜吧。最后，我想和你介绍一些我自己十分喜欢的 MUJI 好物。首先就是我的大型收纳柜，就是那个在无印良品周间下单，虽然收到是几个月之后，但是还可以获得10%折扣的柜子，买的十分满意。我很喜欢它的木质面板带来的那一种温柔的感觉。然后就是在厨房部分的硅胶锅铲，日本的炒锅大多带有涂层，如果使用铁铲，我会担心它和锅之间出现刮蹭。但是使用了 MUJI 的硅胶锅铲之后，我就从这种担心之中彻底的解放了出来。最重要的是它的前面还有一点软软的，在贴合锅型上也十分的优秀。然后就是洗碗的海绵，家里虽然有洗碗机，但是我现在还不是很习惯用。洗碗的海绵看起来在哪买都一样，但是 MUJI 的这一款是我用过最好的海绵，因为它有足够的硬度，而且还十分容易起泡，非常希望你可以试一下。在日用品方面呢，我喜欢 MUJI 的浴盐，在这里我和妻子有一点分歧，她喜欢牛奶味的，我喜欢金木犀味的。MUJI 的浴盐使用起来，洗澡水会呈现一种刚刚好的不透明感，不像哈布一样会带有一些颜色，但是水却是全透明的，而且香味也比较强，我家一直都在使用。去年我还买了 MUJI 的益草的拖鞋，我的脚比较爱出汗，夏天穿这个拖鞋会有一种很干爽的感觉，像是在裸足走在榻榻米上，十分快乐。最后就是一些可以挂在墙面上的小家具了，虽然在墙上需要扎几个钉子，但是真的不显眼。在决定把它固定在哪儿的时候，我总会犹豫很久，但是一旦固定上了，就觉得放在那儿真是太适合了。
我觉得日本的家装风格其实十分适合木质的家具，能够让家里面有一些温度。如果你还没有给这个视频点赞，或者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现在就是时候了，多一份支持，多一份动力，让我把更多的日本生活实用信息分享出来。也许有人觉得这样做太琐碎了，为什么不干脆想买就买呢？可我想说，在日本这么一个生活成本并不低的国家里，把钱用在刀刃上真的很重要。多做几分钟的功课，可能就能为你省出一顿好饭钱，甚至攒下一张新干线的车票。就跟日本有很多金融税务制度一样，默认设置通常是最省心的，但是却并不是最划算的。如果你肯研究一下，就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申报、退税或者消费的方式。与其懊恼自己错过打折，还不如提前计划，灵活比较。这样，在每一次无印良品周间乃至其他的活动之中，你都能够享受到薅羊毛的快乐。这次的无印良品周间从3月21日开始到3月31日结束。如果你看完了我的视频，不如去 MUJI 的官网看一看吧。我是高奥，非常感谢你看到这里，希望这些分享能够帮你在日本过得更加的舒心，日子更有质量。记得点赞、订阅，并把这条视频分享给也想省钱的朋友们吧。我们下期再见。